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。今天我们说一下 CF 节点在多个平台、多个客户端下的一个设置。我们对客户端主要有3个要求啊。第一个，必须支持分片功能；第二个，必须支持单节点分享功能；第三个，必须支持多节点订阅分享功能。满足以上3点的客户端，我们会进行一个演示操作。操作的过程中呢，会有很多坑啊，所以小白朋友们一定要看仔细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做。好，首先打开勇哥的 GitHub CF VLS 项目。那我这里的话，就演示一下 CF Children 吧。那搭建的过程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那几期教程。那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你的密码必须要改一下啊，写个123密码吧。然后点击部署，那这样的话密码就被我改掉了。再强调一下，大家一定要刷新一下，因为有时你的网络不稳定啊，你虽然改了，刷新一下它还是没有改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我现在是一个没有开代理的一个状态啊，那我现在直接点开这个 Works 界面啊，结果可想而知是打不开的啊 ，Works 是被阻断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第一个客户端。我们第一个客户端就是电脑版的 Victoria N， 这个客户端应该用的人是非常的多的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手搓吧，手搓 Children。我们先设置名称别名，随便写一个地址，大厂的域名啊，大厂的域名我这里随便输一个 Lisa。然后端口2096吧，443系的端口啊，密码就是123，传输协议 WS。伪装域名啊，伪装域名就是我们的 workers 地址啊，把不要的 HTTP 都给删掉，然后 pass 路径留个斜杠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如果这样的情况下点确定，你会发现 TLS 居然是强制开启的。我们想把它关闭保存，你会发现也关不掉啊。手动输入它这个 TLS 就是必须开着，就是无法关闭啊。这个其实跟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它的同胞兄弟 Victoria NG 安卓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反正是443系的端口，那就直接开着啊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启动这个代理，打开油管看一下啊，你会发现它是开不起来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分片功能没有开起来，所以这里参数这里一定要点击启用分片，然后点击确定，然后我再重启一下服务。右下角它这里显示的真连接从原来的-1变成了48，这说明节点已经通了。可以看到啊，后面的油管已经出现了。我显示的是 HK， 就是香港啊。这里说个题外话啊，如果你是中国移动的话，你用官方 IP， 你有概率获得香港的落地 IP， 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 Children 就是手搓了一个节点，直接用 Workers 域名开启了 TLS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Workers 域，你刷新一下，它就出来了。啊，然后我们斜杠输入密码123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控制台界面就顺利的出现了。单节点链接 ，OK 啊，你可以发现啊，直接用复制过去的分享链接，它是可以关 TLS 的啊。下面的聚合通用节点，我们复制链接，订阅分组创建一个订阅名称，随便写一个。地址通用订阅链接的地址，然后点击确定，然后订阅分组啊，我们选择更新啊，通过代理更新一下。OK 啊，订阅就更新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介绍下一个客户端，电脑端的 HIDDIFY 这个客户端，相信这个伊朗客户端很多小伙伴也经常用。首先我们要设置一下啊，地区一定要改成中国。然后拉下来，这里有一个 TLS 特性啊，启用 TLS 数据分段，这个就是 TLS 分片功能啊，这2点要注意一下啊，其他就 OK 啊。然后我们再回到主节点这里，首先第一个我们输入单节点，那这2个单节点啊，随便挑一个无所谓啊，这个80系的啊，复制一下吧，点击添加新配置，从简切板添加。那然后下面一个啊，聚合通用节点，那里要注意了啊。那我们首先要开启它这个代理啊，我们点击连接，导入这个聚合订阅链接啊，右上角加号，添加配置文件啊，导入。OK 啊，也已经添加进去了啊。那我们看它的节点的话，就点击代理
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节点测一下延迟啊，应该说我开了切片的话都是可以用的啊。那有时候你偶尔测试的时候啊，它会打一个红叉，可能是不通的啊，但它其实还是通的。那我们现在随便选一个 TLS 节点吧，我们选择红叉的这个节点看一下，我们就选择这个443啊，超时的啊，我们不去管它啊，刷新油管啊，显示的虽然是超时，但它可能是拼的一个过程，可能没有拼通或者怎么样啊，但是它实际是连得通的啊。保险一点的话，你就选择 AUTO 自动选择啊，那你就不用去管了啊。80系和443系让它自己选择就可以啊。接下来一个客户端相对来说就比较冷门一点啊，这个就是 KRING 客户端啊。这个客户端的话，苹果、安卓电脑都有，功能也是非常全面的啊。首先我们点击设置啊，设置这里一定要注意啊，新手模式一定要关闭。我们要设置2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就是 DNS 启用 Fake IP 一定要点击开启。还有一点啊 ，TLS 这里 TLS 分段就是分片功能也要开启。那现在我们进行一个节点的导入啊，首先啊单节点复制，点击添加配置啊，从剪切板导入。啊，它的添加方式有很多啊，包括扫描、添加配置链接都可以啊。备注的话随便写一个，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，添加成功，然后点击我的配置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个节点已经在了。然后我们点击下面直接拼一下链接 ，OK 啊，结果已经出来了啊。那它这里的话，你只要拼一下，它就会自动连接啊，那就是已经连上了啊。刷新一下油管啊，看一下啊，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多节点订阅，我们同样的点击复制，点击添加配置，从剪切板导入，备注随便写一个，右上角加号添加 ，OK 啊，添加成功。看一下，它下面又多了多节点订阅，拼一下啊，几乎都是通的。它这个其实跟 HIDDIFY 一模一样，只要你这里选择自动选择节点，就会自动优选，就不用去管它了。随便选一个，比如说这个2053啊，不通的这个节点啊。同样的，我们刷新一下油管啊 ，OK 啊，还是通的。我这里介绍的3款桌面客户端，我在项目中也已经列出来了啊。大家可以点击这里的链接，直接到达原作者的官方下载地址进行一个下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安卓端啊。安卓端首先第一个客户端还是这个 KRING 这个客户端啊，我们点进去啊。这个是第一次安装，我们直接操作一下啊，接受并继续啊。简体中文下一步，默认中国下一步。自定义分流没兴趣的话就默认就是只分国内外啊。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，新手模式啊一定要关闭。手机端其实跟电脑端的界面是一模一样的，这里的话我就不演示了啊。下一个客户端就是 NEKO Box， 直接引入的是第三方一位大佬把这个分片功能给添加进去了。首先点开 NEKO Box， 这里点击设置，然后拉下来启用 TLS 分片啊，这个按钮点开，下面有一个启用 Fake DNS， 这个建议大家也开启。单节点链接，电脑端的直接扫描吧。分享服务器啊，我直接用我的手机进行扫描啊，扫描二维码 ，OK 啊，扫进去了。那我们点击开启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油管啊 ，OK 啊，油管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订阅的话啊，我分组啊，我创建一个分组。名称随便取一个，分组的类型就订阅，订阅链接就是这个 Works 订阅链接，切换节点啊，这个大家随意啊，然后点击保存，点击更新订阅 ，OK 啊，这样的话13个节点就更新出来了，这里就有13个节点的订阅，测试一下它的一个真链接 ，OK 啊，都是没问题的，随便我连一个。那它的油管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
然后再下面一个客户端就是我们桌面客户端 V266N 的同胞兄弟 V266NG，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啊。必要的设置大家要看一下，点击设置，启用本地 DNS 以及启用虚拟 DNS， 这2个 DNS 要把它开起来。然后这里的规则建议大家选择绕过局域网及大陆，然后拉下来也有一个分片功能，这个的话开启。我们就复制节点啊，你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从剪切板导入。我们这里扫描二维码吧，扫一个单节点链接啊，扫描二维码，点击开启，看一下订阅。订阅的话，我们直接可以在订阅分组这里直接点击订阅分享，扫描二维码，可不可以？ OK 啊，居然已经成功了啊！我们拼一下真连接啊，都可以啊。OK 啊，接下来演示一下苹果客户端啊 ，KRING 这个客户端依旧出现，跟之前电脑端和安卓端一模一样啊。这里的话我也不演示了。小火箭的话，虽然它是收费的啊，但是我还是把它视作为免费，相信很多人都有啊。扫描节点的话，我扫描开了 TLS 的节点，扫描节点 ，OK 啊，成功。我们点开这个节点，看一下 TLS。它这里的 TLS 居然是无法关闭的啊，居然是写死的一个按钮啊。但是你会发现啊，下面有一个分段啊，分段就是分片功能，这个可以开启，然后返回啊，返回，点保存啊。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啊，秋卷节点全80系小火箭是用不了的。点击开启油管。OK， 没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要试一个订阅节点啊，订阅分享啊，这个二维码我们扫扫看啊，我们继续扫，看看能不能下载成功啊，因为有些情况下网络差的话，它是下载不成功的。OK 啊，大家可以看到80系的也扫进来了，但是它这个 TLS 是写死的，关不了。那就没辙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分片功能啊，全是单节点设置，并不是像之前的客户端啊，它是一个全局设置，所以你这个443系的端口你必须进去啊，一个一个开启。点了一个443，然后8443同样的开启，那我就开了2个，听一下它的连通性啊，只有这2个节点是通的啊，因为我改过了啊。那小火箭添加订阅的方式啊，你还可以选择这里的类型啊，选择第3个订阅的地址填上去，然后保存更新就可以。接下来介绍的就是软路由啊，客户端就是 Home Proxy。我们打开软路由的 OpenWRT 啊，我们点击更新列表 ，OK 啊，更新完毕。然后我们搜索一下 Home Proxy。OK 啊，就是这个，点击安装，相关的依赖它这里都有，我们点击安装。安装完毕，刷新一下，点击服务啊，这里就有了 Home Proxy， 点击进入 Home Proxy 路由模式啊。小白朋友们啊，你可以选择 GFW 模式，也可以选择大陆白名单模式啊。大陆白名单模式的话，国内 DNS 你可以选择一个，比如说阿里云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这里演示的就是最简单直白的大陆白名单模式，点击保存。节点设置这里单节点添加，比如说输入一个节点名称为1啊，点击添加，然后这里选择你需要的手动书写的协议，这里是适合手搓的人。我们有分享链接，那我们就不用手搓啊，导入分享链接就可以。分享链接的地址，比如说我这里的单节点80系的啊，粘贴导入配置信息。编辑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信息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TLS 啊。TLS 必须要去掉啊，因为我们是80系的，不需要 TLS， 点击保存。然后是单节点的 TLS 导入分享链接，导入配置。这里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同名称的可能覆盖掉了啊，我们不去管它了。TLS 这里 TCP 快速打开以及 UDP 分片一定要开启啊，点击保存。然后客户端点击应用并保存。点击测试一下，百度通过，谷歌再检测一下，通过 OK。
那我们刷新一下油管 ，OK 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OK 啊，然后我们导入订阅啊，点击订阅，这里勾选通过代理更新啊，订阅地址就是这里的聚合通用的订阅链接地址啊，粘贴，然后点击保存当前配置，然后点击更新订阅。OK 啊，这里会显示13个节点啊，那我的确是13个节点啊。注意的就是啊，80端口它还是把 TLS 给点了，所以你这里80端口 TLS 一定要关闭。443系的端口啊，一定要注意把 TCP 快速打开以及 UDP 分片给开启。那这样的话，相关的节点才可以用。我目前用的就是默认的 Visa 的域名啊，目前晚高峰也就2、3万的速度啊，马马虎虎。用的就是我刚才设置的一个单节点啊，具体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优选 IP 的变更啊，因为 CF 节点它的速度的上下限都是由你的优选 IP 所决定的。还有教程中啊，虽然使用的都是 Workers， 那 Workers 的话要开分片，如果你用 Pages 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开分片，或者是你用自定义域的话，也不用开分片啊。那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哪个喜欢哪个方便，大家自己决定，自己选择。OK 啊，今天的教程就说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